没人能拒绝如此可爱的齐三妹。小家伙带着新的公主毯刚出外场，下馆游客立马像沙丁鱼一样蜂拥而至，生怕吓到她，还极力控制激动的声音。就这样，齐三妹迎来了全场夹子音，哇呀哇呀的把小家伙都给整不会了。懂事的三妹知道姨姨们喜欢自己，孤勇着爬出垫子想离姨们近点，只是这 GPS 刚装上还不太会用，爬着爬着才发现自己把方向搞反了。当墩墩奶爸把孙女轻轻抱起时，齐三妹的乖巧再次让游客们惊呼，但这次小家伙明显有些不好意思，害羞的捂住脸，这样姨姨们看不到我了。这么小就会躲猫猫，长大了还得了？而墩墩奶爸看到孙女如此可爱，嘴角是抑制不住的上扬，骄傲的劲儿仿佛齐三妹是他亲生的。这一刻真恨手机不能共享触感。虽然齐三妹现在连路都走不稳，但听表姐于爱说雕木棍要从小开始练，这样才能在欢呼中波澜不惊的耍帅。小家伙便将这件事放在了心上。出外场时，三妹直接叼起地上的木棍，并用手握住，试图掰断上面多余的枝条，用力到小屁股都一扭一扭的。天杀的，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丢的孩子。或许是好奇自己究竟长得有多可爱，才能让这么多姨姨们为之疯狂。齐三妹孤勇着挪到玻璃围墙边照镜子，看得出小家伙对自己的美貌很满意。虽然虫洞每年都有新生熊猫宝宝，但不得不承认齐三妹长到猫粉萌点上。水滴眼、微笑唇，连脑壳都是爱你的形状，水汪汪的大眼睛安静打量外面的世界，偶尔给姨姨们表演个一字马劈叉、假吃空气或者歪头杀。如此可爱，难怪好奇妈妈不放心的盯着，生怕自家闺女一不留神被抱走了。就连星星都宁愿不吃饭也守着妹妹。对此，网友辣评21集猪猪王。来看24集的掌上明珠，相较于齐三妹一眼就看出是女孩，王小五满百天现场一整个控制不住。馆长想让她靠在椅背上露出正脸，结果这小子像电量耗尽似的支撑不住，馆长只好把他抱到脚踏板上坐着。不乐意配合的小五坐得东倒西歪，还一个劲的示意馆长抱着自己。从小看出是个不想任人摆布的犟拐拐，难怪长大了会叉着小腰跟妈妈干架。眼前这只徒手爬墙越狱的大熊猫，就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生意。小家伙完全不像娇生惯养长大的公主，倒像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皮猴。都知道马来西亚是出了名的宠熊猫，生意的两个姐姐暖暖和意意，从小到大都是被饲养员抱着上下班，以至于回国了4条腿都还是9成新的。然而却很少能看到生意有这种待遇，这并非饲养员区别对待，而是这丫头根本不给奶爸抱她回家的机会。每天不是翻墙越狱，就是在去翻墙越狱的路上，还因此被网友们称为海外版蒙兰。只见上班上烦了的生意来到门口，直接使出修炼已久的缩骨神功，从比拳头大点的门缝里悄悄回了家，给了屋里的奶爸一点小小的震撼。而为了弄清这丫头究竟怎么进门，奶爸蹲在角落耐心的守株待兔。看到生意成功从门缝里挤进去的那刻，奶爸叹为观止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到后来，生意已经不再满足于门缝越狱，他穿过铁丝网爬上了造景的假山，凭借强劲的手臂力量轻松爬上了围栏。虽然被奶爸发现后原路遣返，但不得不承认生意的胆量真的是无敌。因此当生意和姐姐意意一同回国时，亲手把两熊养大的奶爸抹着泪恳求中国饲养员耐心对待意意。至于生意则是叮嘱他要听话别挖煤。从这便不难看出两熊的性格差异有多大，事实也果真与奶爸担心相差无几。意意适应了1年多都还没展出，生意没几天就和国内饲养员打成一片，并且火速展出跟姨姨们见面了。彻底放开自我的生意也忘了奶爸的话，每天一睁眼除了吃饭就是玩，原本就不算白净的皮毛直接变成焦糖色，就连院里的小树也在他一番操作下被薅秃了。难怪奶爸给他做的生日蛋糕是恐龙造型，这嚣张的小模样真的超级适合生意。而且就算换场地，生意也没有适应期，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，啥事不往心里搁。毫不夸张的说，就算生意天天换场地，他也只会觉得两脚兽的心实在太好了，变着花样的给自己做大型丰容。就是说照顾这样一只活泼性格好、适应力还极强的熊孩子，真的是让奶爸奶妈又欣慰又头疼。饲养员请假不跟大熊猫报备，后果究竟有多严重？这天冯奶爸跟领导请了半天假，但他却忘了跟真正的债主子喜乐报备，而这一时疏忽直接酿成严重后果。喜乐等了1天都没等到老冯伺候，就开始闹脾气，下班都不回家了。于老爷低声下气的哄了他2个多小时，倔强的喜乐却始终只给他一个侧脸。大熊猫没有那么善良的含金量，此刻还在不断上升。眼看喜乐非要冯奶爸亲自来请，崩溃边缘的于老爷无奈只能电话摇人，把冯奶爸从几十公里外的医院喊了回来。而在他倒地铁赶回来的这2个小时里，喜乐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爬架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屁股毛被粘在铁上了。老冯坐了2个多小时地铁，屁股都麻了，却来不及休息，脱掉棉袄就开始收猫。就是说，这真的很像要跟喜乐干一架似的。大姐，你真了不起，你能把我从中医院薅过来？这是个熊啊！这比他妈多2个人熊是吗？走吧，别拿去。没想到冯奶爸才劝了喜乐2分钟，居然就老老实实回家去了。只能说喜乐脾气虽然大，但心是好的，凭一熊之力给冯奶爸干成了钛合金饭碗。当年刘奶妈同样是请假没跟泰山报备，导致小家伙憋了一肚子气，即便奶妈回来了也不愿意搭理他。海宝，乖，该吃椰子了哦。
啥子嘛？这儿？嘿，这个娃娃，你还给我抗议嗦！刘奶妈低三下四的哄了好几天，这小子才终于勉强原谅了她。也正是这次失误带来的深刻教训，此后刘奶妈再想请假都先跟泰山商量，还贴心的拿来窝头笋笋贿赂熊孩子。嗨，明天妈妈有事要请几天假，妈妈爸爸生病了，晓得不？要去照顾他，你自己乖乖的好不好？我就快去快回。其实不光是国宝大熊猫依赖饲养员，几乎所有动物都离不开铲屎官。别看电视里的森林之王老虎威武霸气，在奶爸面前却是爱嘤嘤叫的金渐层。好，不就休假几天吗？哎呀，你瞅没见着，瞅你这来几劲儿的。哎呀，这往你脚上一坐，你看着没？呀，这黏着你。哎呀妈，这可粘人了。每天一哼哼啊，每天一哼哼。感觉动物饲养员压根不存在加班情绪，甚至恨不能时刻跟好大人黏在一起。俄罗斯一动物园的花豹被饲养员养大，彼此的感情和亲父子别无二致。但后来饲养员因家庭原因无奈辞职，见不到他的花豹开始不吃不喝，闷闷不乐。园方担心他的身体状况，无奈联系饲养员，并批准他领养花豹，把其带回家照顾。果然，幸福猫生就是要靠自己争取的。那奶爸一路小跑给林妍麦麦送雪，才明白栾洞有多宠大熊猫。最近栾洞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，奶爸为了让林妍麦麦早点玩上雪，拎着小桶用铲子一点点的收集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装满。然而奶爸却顾不得停下来休息，担心雪化掉，一溜小跑给熊孩子送去。林妍高兴的直接把雪全都倒在身上，跟个宝宝似的撩起来搓搓耳朵搓搓脸。麦麦更是顾不得炫一旁的美味笋笋，一屁股坐在粉盆里给自己做冰敷，最后更是整个身体都蜷缩成了熊猫蛋。能看出他们真的很喜欢这份特别的礼物。不得不说，虽然栾洞位置比较偏远，但园方和饲养员真的有在用心照顾两熊。当初大家都调侃林妍是园长摸黑挑的，发现是车座子后还想跟中心退货。其实两熊来到栾洞时受到了热烈欢迎，电视台记者也全程报道了欢迎仪式。尽管林妍麦麦来到栾洞时正处疫情，没有课没收入的园方也没有苛待他们，而是直接贷款把两熊照顾得白白胖胖。这场人跟熊熊的相遇简直就是最好的安排。果然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一次奇遇的开始。如果你也想拥有这种高光瞬间，现在就上搜 APP 打开奇遇铃吧，铃铛一响，奇遇登场，有趣的灵魂就会找到你。和自己三观和兴趣一致的人聊天才会更合拍，更懂彼此的有趣。在搜上，奇遇铃的每一次响起都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奇遇和惊喜。因为发现林妍特别喜欢猛男粉，栾洞不仅贴心的给他安排粉色系玩具，就连介绍牌也都做成了粉色，就是说简直不要太宠。不仅如此，奶爸奶妈也都好爱他们。据说乔奶爸随身带着砍竹子的工具，但凡发现又肥又嫩的竹叶，必定摘下来拿给俩好蛋儿尝尝鲜。当麦公子第一次尝试吃甘蔗时，经纪人和奶爸奶妈全跑出来观察好蛋儿，看着他吃的香甜，耳朵都飞成了小靴子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宠溺。真可爱呀，抱着一根这个。麦麦爱心，今天这竹子味儿不一样，更甜。当初林妍吃完驱虫药身体不舒服，一向上蹿下跳爱好整活的她无精打采，蜷缩着肚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奶爸担心熊孩子竟直接冒险走进内场，要知道成年大熊猫攻击性极强，更何况是这么大体格的林妍。奶爸是真的把她当成了自家孩子，而妍麦饲养天团中唯一的奶妈同样将熊孩子们视如己出。传闻林妍之所以喜欢粉红色，就是因为宠爱她的奶妈穿粉色为斗。或许在林妍眼里，粉色就是爱的象征吧。当奶爸奶妈打扫林妍的房间时，麦麦趴在玻璃墙上跟饲养员贴贴撒娇，奶爸看到后立刻过来摸摸她的鼻子，眼底的宠爱简直都要溢出来了。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爱的环境里，难怪林妍麦麦能养成阳光活泼的性格，也希望所有小熊都能拥有幸福熊生。